当年新机售价2268元的读书郎学生电脑，10多年前可谓是风靡全国，如今的价格50块。其实按照这个价格呢，在10多年前基本上都已经能够配出一台家用电脑了。但在我那个时候呢，基本上就提及电脑2字啊，家里人呢可能都会觉得就是一个给小孩玩物丧志一个东西啊，肯定说什么都不会买的。所以说啊，在10几年后的今天，也就只能自己花50块钱淘来一台。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这台10多年前的学生电脑使用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！你别说，包装的其实还挺严实的啊。我去，这个还是原封包装啊，朋友们！代言人著名主持人朱丹，这个人名我怎么突然又想起了那个经典的梗啊 ？Sorry。你别说，这不会是新的吧？耶，这就是电脑啊，看到没？读书郎 P30S 学生电脑，这电脑真小啊，你看，而且连说明书都有啊，这么厚一本，哎呀，还有发票哦。他当年不是花了2000多，他是花了1399块钱买的啊，14年的时候买的，在石家庄的苏宁生活广场店啊，看到没？一张合格证，还有一个是赛尔号的时空密码卡。我的学习好，爸妈没烦恼，快快登录赛尔号，进入资料室。这个游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啊？以前我真的超级喜欢玩这个游戏，现在连账号密码都忘记了。然后这个是3包凭证啊，这个也没用过。还有一个是赛尔号的兴趣学习法指引手册，你看打开之后全是动画啊。然后底下就没有了，因为他这个卖家所说的就是没有充电器啊，所以卖的比较便宜。但这个充电器的话，我记得我好像也是有的啊。来，我们就直接看一下这台电脑啊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外部的配置接口啊。首先这个侧边呢有一个耳机接口，然后这个是 U 盘加下载的接口啊。反面这边这个好像是鼠标、耳机加麦克风接口啊。我去，它这个保存的其实挺好的啊。还有这里有一个 SD 卡槽，就这么简单的配置。哇，还真的是电脑啊，造型贼像。键盘上面它可能就跟那个笔记本电脑有出入啊。笔记本这上面一排的应该就是 F 键啊，它这里全是中文，点读学习、动漫、名校视频、梦幻农场、牧场，怎么好好的这就变成农场牧场了啊？来，咱们找一个电源啊，看看通上有没有用啊。这个是之前那个点读机的电源，应该是可以用的。我去，你看我说了吧，有用啊。怎么刚开机就关机了？哦，这是电源没用，它里面是有点电啊，但是不多，所以刚开机就关了。实不相瞒，昨天我已经把所有的线全部都试过了，没有一个通用的。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去小商品城买了一根线啊，找了很久才找到，而且还是2手的啊，就别人用过的，因为现在都没有这个线买了啊，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头，然后直接插到这里面。刚刚好合适。哇，打开尘封已久的封印啊，朋友们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我不知道是多少人童年当中的回忆啊，反正肯定是不包括我啊，我也是成年以后才拥有这个东西的。OK， 好，现在已经充上电了。来，咱们来看看啊，这个电脑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功能啊？首先从这里看呢，它底下有词典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还有点读，还有相册，还有动漫啊。挨个看一下啊，词典这里面有笔画词典、动漫，还有英文词典、英汉互译啊，古代成语，我点个古代成语吧。啊，这里面是查那个成语的每一个字的那一种意思啊，还可以翻译。哦，那这个还有点作用啊！语文试卷、轻松作文、成语典故，点这个成语典故吧。百折不挠，不拘一格。不拘一格。这不神迹海克斯吗？开玩笑啊！典故呢出自于清代思想家、文学家龚自珍啊，在清政府为官20多年啊，嫉恶如仇，不满官场的腐败和黑暗，然后48岁呢毅然辞官回到家中啊。大致的意思呢就是写了一篇祭祀天神的祭文，其中有一句话叫做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啊，这不拘一格就出自这里哦。个人中心就变成卡通的了。这电脑的原机主还是个女生啊，8年级，称号秀才，姓卢啊。这里还可以给她换衣服啊，你看。但是换衣服得要积分啊，除了语文还有数学啊，这里面还有计算机，然后还有数语对数，还有解方程啊，1元1次方程的概念这里面都会告诉你啊。但是说实话，在那个年纪，我觉得可能看不太懂啊，它必须得有那个视频教程，视频教程好像也有啊，你看数学课堂这里有啊，黄冈名师啊，但是没有文件，如果下了文件的话，它其实是可以看得到教程的啊。这里还有娱乐，连连看推箱子这么多游戏，我的天啊！那你说小孩子拿了这To the city streets,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. 我去，一下子没看到啊，他输了，连连看，这是连连看也是那种赛尔号的题材啊，我估计可能又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啊。
但还是那句话啊，不包括我。上面这些精灵啊，我以前都认识啊，现在可能隔了很多年了，都忘记了。来正经一下，看看它这里面的教学东西啊。工具这里面有 MP3、MP4，还有课程表、电子画板、记事本、百科全书等等啊。百科全书这里面也要下东西，它其实可以提前下好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这样的话就方便预览，因为这个东西它上不了网啊。我以为可以连 WiFi 的，结果不行。课本点读里面有6年级下册的数学书。北京多云，零下3度到5度，哇，零下15度。这有点像点读机的感觉啊！你看，这是书籍啊，你点到哪个地方，它就会读哪个地方。你看，我点这里，昆明晴4度到17度，看到没？怪不得点读机比这个要稍微便宜一点，点读机只要1000多啊，这个2000多，这些基本上就不用看了啊，因为这个也比较枯燥。我们就找找看有没有其他那种娱乐项目啊，因为这个好像说是什么赛尔号联名款，对吧？我看了一下，好像里面没有赛尔号的东西，除了这娱乐里面有。啊，在这儿啊，我们这个是小学版，这里有个中学版，还有一个塞尔世界。哎呀，我看看这个中学版先啊。朋友们，这中学版啊，立马就变成了怎么很熟悉的那个什么 Mac 系统啊，应用商店都有点像啊，东西都应该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这个变成中学版啊，界面的话呢就显得更高端了一些。那这个电脑确实可以用很多年呢。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个塞尔世界啊。哇，回来了，朋友们，一切都回来了。我以前就是玩的这个东西啊，就一个这样的小机器人，而且它这个调声音的，你看，跟苹果的那个调声音的一样啊。我看它里面有没有精灵啊？精灵背包，哇，还真有啊！烈火猴17级，这个应该是2级的啊。1级的应该叫小火猴，然后3级的话好像叫烈焰星星。真的满满的回忆啊，朋友们。然后它这里啊有什么清除蛀牙、解救人质、梦幻牧场、梦幻农场，这什么东西？我点个解救人质吧。你要想玩的话，它应该也是关于学习有关的，并不是说全部完全让你去玩那个游戏。这个是关于数学知识的，你看啊，点开始啊，我试一下，与1/8比1/10比值相等的比，你看这圈都套不准呢，5:4。你看这圈套不准啊，其实就是一个套圈游戏，但是你必须得套准这个东西才行啊。说白了，这个其实就是它那个游戏软件公司自己做的一个学习的那个软件啊，它并不是那个之前玩的那种联网版的，但大致来说差不太多啊，只是它把那里面东西换了而已。不过它这里有一个试炼之塔啊，我看一下。哇，这感觉以前我就记得专门喜欢打这个塔，我看一下，现在目前打到5层啊，有个仙人掌，挑战一下吧。哇，来了，选哪个技能啊？火花。无法选技能，我怎么没血了呀？什么情况？挑战失败，请继续学习，提高精灵等级啊，就没了。而且我只有1个精灵啊，朋友们。哇，这个基地也熟悉，技能排序，还有经验上传。还是那句话啊，不知道这是多少年童年当中的回忆啊。这个游戏呢，包括我以前有赛尔号，还有摩尔庄园这2个游戏啊，我就只喜欢玩赛尔号，摩尔庄园我不喜欢玩。没想到这个里面居然还真的可以玩啊！所以这台电脑呢，总体来说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寓教于乐的那种感觉啊，基本上就属于是用游戏去勾起孩子的学习乐趣。就刚才这里面这款游戏也是一样啊，你必须得学习好，你才可以把你的那个精灵升得更厉害，然后去挑战试炼之塔里面那些 BOSS 啊。如果学习分数比较低，那可能你就打不过，所以你这个时候呢，可能就会想着去提高你的学习成绩，或者说提高你的知识啊。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，但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可能有很多父母会不太理解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打开都是游戏，所以有很多家长可能就看到有这个东西，他可能就不会给孩子买啊。不过这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啊，你看这玩意儿当年卖2000多，现在只要几十块钱一台。如果现在有家长啊想在家促进一下孩子的学习啊，那其实可以买一台这个，也才几十块钱，让小孩能够实时寓教于乐啊，不用买那些什么学习电脑、学习平板啊，就买这个东西就够了啊。